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一個母親節的特輯啊，我也歡迎大家回來和我一起，來談一談，如果我是一個母親的話呢，我會告訴孩子什麼事情？當然，我現在不是一個母親啊，不過，不排除我以後可能會做母親的這個可能性。當然，這個今天我要講的話，也是可以告訴我自己的內在小孩和你的這個內在小孩，我想他們也會很想聽。我今天要談到的事情是第一個人際關係，第二個是人生的優先級，第三個是有關於孤獨的。那麼首先我們要談到人際矛盾和人際關係。那麼在矛盾裡呢，我覺得要強調的事情就是不要用別人的反應去懲罰自己啊。很多的時候別人對我們的態度只是他們在特定情景下做出的反應。它反映的是對方當下的一個認知、情緒和心理狀態，並不表示我們做錯了什麼。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就是，我跟同樣的一個人，在不同的情況下說同樣一句話，他有時候就炸了，有時候他就毫無反應，對吧？當然，如果別人提出的這個有效反饋特別值得反思的話呢，如果你有這個問題，或者我有這個問題，我們就去改正。如果沒有的話呢，我們就不要過度吸收他人的這個情緒，因為情緒本身它是一個暫時性的一個東西。如果用別人的情緒來審判自己的話，那可能有一點過於嚴格。至於如果你有道理的話，要不要據理力爭的話，這個要看情況。很多的時候，如果你可以離開那個環境的話，離開就是最好的一個結果。但是如果那個人你不能離開，或者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裡，你還會持續的出現在你生活中，比如說很親近的人，或者是同事的話呢，你也可以考慮理性的去表達和溝通，甚至是向上反饋。那麼最後，即使你沒有改變實際的結果，只要你在你的能力範圍內已經做出了成熟和理性的行動，這件事情就是有意義的。不要過度的去糾結結果和用結果來判斷自己。如果對方是朋友或者親人的話，最好還是可以坦誠的去聊一聊。當然，前提是這些人可以溝通，可以彼此理解。關於伴侶的這個選擇上，其實找對象最重要的標準特別簡單，就是你和他在一起的時候，你可以好好的做自己。你不會感到緊張或者自我懷疑，不是為了被愛而不斷的去扮演某個角色，然後甚至是改變你自己。你可以自然而然的去舒展和做自己，並且對方會很愛這樣的你。當然，如果你想選擇一個人，也完全沒有問題。一個人的精神和物質獨立，這種生活方式也是一個選擇。還有一件事情就是人是會變的，無論是我們自己還是說別人，都是會變的。現在合不來的人，以後也不一定是敵人；現在惺惺相惜的人，以後也未必是一路同行。允許人與人之間的這個相遇、相離，也許有一天會再次的重逢。那麼以上3點就是說，我要提的人際關係裡面包括矛盾、伴侶和變化。那麼下面第2個板塊我要說的是有關於人生的這個優先級。人生的優先級，首先我要說到是自己啊，自己就是說，希望你可以擁有一個清醒而穩定的內在自我，不要因為外界的評價而輕易的否定自己，也不要因為一時的成功就迷失了方向。不要過度的聽取那些從未真正行動過人的經驗，因為很多理論都只是看人挑擔不吃力。舉一個簡單的例子，就是有一些育兒專家自己其實沒有孩子，就是這種情況下，他的經驗，他的理論可能是對的，但是對於真正為人父母的人來說，在實踐起來可能並不能做，他們並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做一些看起來對的事情，對吧？那麼對於真正做過的人，即使失敗了，他的經驗也是值得傾聽的，這樣我們可以避免他的失敗，对吧？所以我覺得從未實踐過的空談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的。
更快更好的方式當然是你可以自己親自去實踐，然後得出第一手的經驗。下面一個小小的方面是關於他人的，外界對你的正面和負面的評價其實不可以真正的定義你。很多時候呢，評價體系本身就是為了評價者服務的，所以对他有利的話，他當然就喜歡，他就會說你好；對他無利的話呢，他就會不滿，就會說你不好，對吧？所以比起外界怎麼去看你，更重要的是你怎麼看自己。不要為了得到認可，長期去做自己並不喜歡的事情，那是一種對真實自我的一種消耗，就是時間長了之後，你就會覺得我到底喜歡什麼？你就會慢慢聽不見內在的聲音了。你不需要活成所有人都滿意的樣子，因為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。我希望你可以活成自己滿意的樣子就好。下面一點是珍惜時間啊。人生看起來是很長的，但是真正屬於自己可以自我探索的時間其實沒有那麼長。無論你以後選擇婚姻、選擇單身、選擇事業還是選擇家庭，時間都會變短，體能也會下降。所以不要總想着以後再開始，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，認真的生活，不要因為恐懼而選擇安全的選項，然後再後悔。後悔的時候，往往你會有更少的時間。但是我們都知道，種一棵樹最好的時間是10年前，其次就是現在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現在領悟到這件事的話，也不算太晚。下面就是關於孤獨。人的一生呢，本質上其實是一個人的旅程了。身邊的人都是陪我們走的旅伴，有的人會陪我們很久，有的人会陪我們一小段時間。但是最終就是人與人之間一定是會分離的，所以不要為了遷就別人去改變自己想要去的一個方向，因為這種改變其實你之後會發現沒有那麼大的意義。但是這不影響你去感謝那些陪伴過你一段路的人。其實有時候一个人走並不比有人陪伴更加的孤獨，因為孤獨它其實是一種不被看見和不被理解的感受，所以即使你和別人在一起，你還是會感覺到孤獨。但是如果你可以穩定的去陪伴自己，傾聽自己的話，可以很大程度的緩解這種非常孤獨的感受。還有一件事特別重要，就是不要因為你對孤獨的害怕而選擇忙碌，就是用忙碌來麻痹自己，或者用其他的一些事情來麻痹自己。忙碌有時候只是逃避，那麼很多沒有被解決的問題和被逃避掉的問題，最後還是會反過來找我們，讓我們重新去面對和解決這樣的事情。所以人生的功課它是逃避不了的，但其實沒有關係啊。即使人生它很多時候看不見我們前方前行的這個道路和要去的方向，只要你的這個行囊裡裝好了勇氣，你就可以出發。只要一直走就可以到達。當你回頭的時候，希望我一直都在。所以如果這段話是對你的內在小孩或者我的內在小孩說的話，我希望他們知道我永遠會在那裡，成為他們這個堅定的一個後盾。如果是孩子的話，當然我也會成為他們一個堅定的穩定的後盾。所以謝謝大家今天的傾聽，那麼這也是我今天想講的內容，我們下一期見，拜拜。